一名女子在下班后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和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去了附近的酒店。第二天，她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车上，现场看起来像是一起单车致死的事故。但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事情远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米歇尔谋杀案。霍普维尔是新泽西州的一个人口仅为2000人的小镇，它位于纽约和费城之间，距离两地均为60公里左右。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每年的平均降雪量都超过500厘米。2004年1月15日，霍普维尔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雪，整个城镇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清晨6点58分，一名电力公司的职员理查德在雅各布路的一侧看到一辆丰田陆巡停在那里，发动机还在转动。但他吃完早餐后，在回程的路上看到汽车还在，他感到有些疑惑，于是下车查看。他看到车里有一个女人睁着眼睛倒在枕头上，旁边还有一些血迹。看到这一幕，理查德立即报了警。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便赶到了现场，并确认了驾驶位的女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而且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警方对车辆和车辆的周围进行了检查，车的前部有些损坏，看起来像是汽车在雪地里失控造成的单车事故，但车辆的损坏程度似乎不足以导致驾驶员死亡。车后的轮胎印一直延续到路边，经验丰富的警员看到轮胎印后觉得有些异常。通常如果车辆失去控制，驾驶员会本能的踩刹车，轮胎印会与正常驾驶有明显的不同，但现场的轮胎印却没有刹车的迹象。在打开车门后，同样有一些细节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车内有多处血迹，死者身上的伤势与车祸造成的撞击明显不符。主驾的位置调得非常靠后，死者距离方向盘实在太远了，他的脚也根本无法够到油门和刹车踏板，而且在如此寒冷的天气，死者竟然没有穿鞋子。他的脚下放着一把雪铲，主驾的后座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寒冷的天气常常对罪犯更有利，但这一次天气站在了正义的一方。警方注意到有一串脚印从车辆的副驾位置开始，一直穿过小溪的冰面向远处延伸。通常来说，雪地上的脚印难以通过铸模制作模型，但正是由于当时寒冷的天气，使得脚印的底部已经结冰，让脚印的轮廓和花纹变得清晰可见。警方使用高对比度相机拍摄了脚印的细节，这串脚印一直延伸到路边才完全消失，这说明曾经有人和死者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这可能不是一场事故，而是一起谋杀案。警方将尸体送往法医部门进行尸检，并将车辆扣押做进一步调查，以此来确定他们的推测是否属实。与此同时，机动车部门很快找到了车辆的登记信息，车主名叫乔纳森·奈斯，死者正是乔纳森34岁的妻子米歇尔·奈斯，这与他身上的名牌一致。米歇尔1972年出生于菲律宾邦阿西南省，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一个小村庄里长大。他是家里7个孩子中的老二。米歇尔从小就比同龄人聪明，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他梦想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而要实现这个梦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个优秀的丈夫。1990年，18岁的米歇尔找到了他的真爱，乔纳森·奈斯。乔纳森1950年5月16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的父亲是一个机械设计师。一家人居住在克里奇维尔附近的一个工人社区里。乔纳森在就读麦萨克顿高中时就开始崭露头角，他机智干练，在化学和数学方面表现出色。他个子很高，在校篮球队打中锋。1968年开始，他在费城的天普大学读书。
在这里他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乔纳森完成了关于结肠癌的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微生物学家亚瑟博士对乔纳森印象深刻，他说乔纳森是一位独创性的思想家，他为癌症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理解。亚瑟博士对乔纳森后来的成功并不感到惊讶。在乔纳森和米歇尔初次相识时，乔纳森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研究者。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看起来似乎并不般配。但乔纳森和米歇尔告诉大家，他们在浪漫的夏威夷一见钟情。当时乔纳森在那里参加一个研究会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们在海滩相识，并迅速坠入爱河。没过多久，两人就结婚了。婚后，米歇尔跟随乔纳森搬到了格林威尔居住。乔纳森从事癌症治疗的研究工作，他在业内享有盛誉，并且在研究中，乔纳森发现他所研制的一款抑制癌症的药物对哮喘的治疗效果非常好。于是乔纳森自己创办了一家医药公司，这样就可以销售他的新药。公司的发展非常顺利，很多投资者对乔纳森的公司很感兴趣，包括大正制药在内的多家公司对他进行了投资。很快，乔纳森的身价就超过了6000万美元。由于乔纳森的医药公司设立在霍普维尔医药研发中心，于是他们一家人也搬到了这里居住。乔纳森还在富人区购置了一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宅。不久后，夫妻两人还生育了2个男孩和1个女孩，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米歇尔也正在实现他的梦想，然而他的生命却在32岁这一年结束了。奈斯夫妇所拥有的21个房间的大房子就在距离案发现场不到2公里的地方。2名警员于上午9点13分左右来到了米歇尔的家，他们穿过打开的车库门，敲开了从车库到房子的门。开门的是2个孩子，他们回答说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但是他们的父亲是送弟弟上学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警员回到他们的警车里等待，直到乔纳森开车回来。警员在征求同意后进入了乔纳森的房子，他们告诉乔纳森他的丰田陆巡汽车发生了事故。乔纳森说那辆车是他妻子在开，并询问他的妻子现在怎么样了。警员没有回答，而是问乔纳森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乔纳森回答说是昨天下午。他继续告诉警员，他的妻子米歇尔在一家购物中心的香水柜台上班，上班时间是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在上班的时候，米歇尔还打电话告诉他，下班后要和朋友出去，大概会在凌晨1点之前回家。这是2人最后一次通话。但乔纳森根据经验知道，他要更晚一些才能回家，有时甚至要到早上才回家，但这一次似乎更晚。乔纳森还补充了一句，昨天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他曾打电话给米歇尔，想让他和孩子们说晚安，但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这一补充似乎在暗示他昨晚一直和孩子们在一起。警员问乔纳森为何妻子一晚上没回家，他也不担心。乔纳森说，我不是说过了，这并不罕见，米歇尔经常很晚回家。接着警员将米歇尔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乔纳森。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乔纳森并没有表现出沮丧。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乔纳森的反应似乎过于冷静了。警员向他告知了他所享有的权利，乔纳森表示他理解这些权利，并声称他没有受到药物或酒精的影响。随后警员要求乔纳森到警局接受询问并协助调查，乔纳森没有拒绝。在询问中，警方问乔纳森他的妻子米歇尔是否曾与人结怨，或者是否有其他想告诉警方的信息。乔纳森思考片刻后向警方透露了一个潜在的嫌疑人。他说米歇尔曾和一个男友约会，这或许和案件有关。2000年的夏天，他雇佣了一个花匠来打理他们的院子，因为他们的大房子所在的地方原本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所以房子的周围是光秃秃的，需要种植一些花草树木。花匠的名字叫米格尔·德赫萨。
由于乔纳森工作繁忙，所以米歇尔和米格尔沟通的比较多，两人非常投缘。他们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米歇尔对米格尔努力工作的态度非常欣赏，两人的关系很快就越了界。乔纳森起初并不知道此事，直到2003年7月10日，他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正是米格尔。他向乔纳森勒索50万美元，如果不照做，将会在网上公布他和米歇尔发生关系时的影片。于是乔纳森找到米歇尔，谈论了他婚外情的事。米歇尔没有狡辩，他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乔纳森，并保证下不为例，也答应结束与米格尔的关系。因此乔纳森原谅了米歇尔。但不久后，米歇尔告诉乔纳森，米格尔在跟踪他，他感觉很危险。于是乔纳森非但没有支付给米格尔所要的金额，相反他报了警，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请求协助报告，以阻止米格尔联系或接近他的妻子。经过调解，双方同意在6个月内远离对方。在这个过程中，乔纳森没有追究米格尔的敲诈勒索行为，他认为这样对双方都好。在那之后，米格尔确实再也没有出现过。根据乔纳森所说的信息，警方对这个米格尔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的越深入，米格尔看起来就越可疑。这个人非常神秘，他所认识的人中，有人说他来自波多黎各，有人说他来自危地马拉，就连米格尔·德赫萨这个名字也只是他不同名字中的一个。他至少拥有3个身份，3个不同的社保账号，并且有着多个住宅地址。他还一直逃避应该支付给前妻的子女的抚养费，可见要找到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晚，警方在寒冷的天气中出发前往米格尔分布在新泽西州的多个住址。由于道路结冰，警员们不得不将车开得很慢。就在寻找米格尔的同时，米歇尔在遇害前几小时的足迹也在其他警员的调查中渐渐变得清晰。米歇尔于下午4点离开了家，去了他的工作地点——当地的购物中心。从安全监控中可以看到，他在晚上刚过9点15分的时候就离开了购物中心。警员询问了米歇尔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和米歇尔相约在晚上下班后去酒吧喝酒。在9点50分的时候，米歇尔打电话给他，取消了这个计划，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如果能知道米歇尔在那之后去了哪里，或许就能知道事件的真相。与此同时，米歇尔的尸检报告和车辆检测报告也出来了。车内的血迹分析显示，所有的血迹都来自于米歇尔。车的左侧有轻微的撞击损坏，车灯脱落，保险杠有少量磨损。而米歇尔的伤势与事故的程度完全不符，他全身多处骨折，身上有淤伤，手臂上有防御伤，后脑部的3处钝器击伤是导致米歇尔死亡的致命伤，这与车祸没有任何关系。很显然，警方的推测是对的，这是一起用事故伪装的谋杀案。这么一来，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就显得更为重要。警方通过高对比度照片对脚印进行了还原。这是一双12码的梵天登山鞋，相当于欧码的46码或 29.5 厘米，算是相当大的鞋码。这说明穿这双鞋的可能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有了以上这些证据，霍普维尔警方更坚定地想要寻找他们的目标人物——米歇尔的前情人米格尔。第二天中午，奔波一夜的警员来到米格尔位于墨瑟县的一间公寓，这里是米格尔和他的合法妻子所拥有的房子。警员敲了门，开门的是一名女子，她正是米格尔的妻子。当时米格尔正坐在后面的沙发上，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显然他知道警员为什么要找他。警员说：“我们需要谈一谈。”米格尔平静地回答：“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我一直在等你们。”因为他从电视新闻得知了米歇尔的死讯，警方很容易将他视为嫌疑人。他也知道，如果不配合警方的调查，事情会变得更糟。米格尔否认他与凶杀案有关，但承认在案发当晚与米歇尔见过面。那天他们去了附近的蒙特酒店。没错，
在限制令解除后，两人又旧情复燃了。米格尔说，当晚他在10点钟左右订了房间，两人一番云雨后，大约在2小时后退了房。接着他将米歇尔送到了他停车的地方，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米歇尔。之后他就去了附近一家酒吧，为的是让身上带有酒味，这样他在回家后就可以告诉妻子，晚回家是因为和朋友去喝酒了，而不是出去鬼混。他的妻子可以证明米格尔是在1点左右回家的，两人还因为回家太晚发生了争执。在那之后，米格尔就没有离开过家。当警员问他是否勒索过乔纳森50万美元时，米格尔声称这从未发生过，相反是乔纳森在得知两人的不正当关系后威胁了米格尔。他告诉米格尔，如果不远离米歇尔，就会杀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乔纳森申请了限制令，半年内不能接近米歇尔，他做到了。米格尔强调，他和米歇尔的关系虽然不正当，但彼此是两情相悦的，所以在解除限制令后，两人又有了联系。米格尔的说辞听起来没有奇怪的地方，他也有令人信服的不在场证明，但却和乔纳森的说法截然不同。他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在说谎。随后，警方去了米格尔所说的蒙特酒店，酒店的工作人员证实了米格尔的说法。接着，警方又去了米格尔去过的酒吧，吧台的服务生说米格尔是常客。那一天，他12点多来到酒吧，大约1点左右离开。警方将米格尔在案发当晚的时间线完整的拼凑起来，米格尔告诉警方的所有细节都被证实是对的。看起来最值得怀疑的米格尔似乎没有作案的条件，而让警方做出判断的最后一块拼图是米格尔的鞋子。他的家里没有梵天登山鞋，而且他的尺码是10号，看来他真的是无辜的。由此，米格尔的嫌疑被排除。尽管如此，警方的调查并没有白费。既然米格尔不是凶手，那他就没有必要说谎。按照这个逻辑，和米格尔说法完全不同的乔纳森更值得怀疑。相比看起来更像嫌疑人的米格尔来说，有着耀眼经历的乔纳森所说的一切却都无法被证实。因此，警方对颇有声望的乔纳森进行了调查。令人意外的是，乔纳森似乎和大家眼中的医学天才和商业新贵的形象有些不同。这一切要从14年前说起。乔纳森和米歇尔的初次见面并非乔纳森所说的夏威夷，他们是通过笔友的关系相识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菲律宾，在两人婚后不久，米歇尔发现丈夫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他们在第一次相遇时，乔纳森已经40岁了，而不是他所说的32岁。他确实从事医药研究，但在自己创办公司后才发现，他那神奇的哮喘药物有着严重的副作用。在临床实验失败后，投资人也纷纷撤资，医药公司也从50多人不断裁员到只剩3人，成为入不敷出的空壳公司。乔纳森在迅速成为富翁后，又瞬间陨落。他有着严重的财务问题，甚至连一家人居住的房子也因为无力承担税费和维护费用，正在挂牌出售。就在他事业崩塌时，他对妻子的控制更严了。有时候两人在出席会议时，米歇尔去上洗手间，他都要在外面等着。米歇尔每次外出或和朋友打电话，乔纳森都要问长问短，这让米歇尔感到压抑。他曾向乔纳森提出过离婚，但外表儒雅的乔纳森在生气的时候却令人畏惧。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警方逮捕了乔纳森，他只被允许拿了一些个人物品就离开了家。3个孩子暂时让乔纳森的亲属照顾。第二天，全家人在报纸上得知乔纳森成为杀害米歇尔的嫌疑人。在乔纳森被捕后，警方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车库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现象，地上有很多白色的痕迹，这是使用过氧化氢造成的。过氧化氢可以作为清洁剂使用，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效果，那就是分解血块。但是这么大的车库很难确保没有遗漏。警方在车库的墙上发现了少量的血迹，并确认血迹属于米歇尔。这说明
车库可能就是米歇尔被谋杀的第一现场。此外，警方还有其他的发现，那就是被切割的鞋底碎片，他们共收集了14块碎片，并拼凑出了较完整的鞋底。这正是梵天登山鞋的鞋底，尺码刚好是12号，它与雪地发现的脚印相匹配，这是强有力的证据。警方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凶手。面对铁证，乔纳森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始抽泣。他决定向警方坦白一切。事发当晚，米歇尔于1点左右开车回到家中。乔纳森听到车库门打开的声音后来到车库。当时米歇尔的身上有着浓郁的香水味。乔纳森知道妻子又去约会了，他非常生气，大声质问米歇尔去了哪儿。米歇尔没有回答，而是再次提出了离婚。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并扭打在一起。他们的体型差异很大，米歇尔根本不是乔纳森的对手。他拿起自己的高跟鞋向乔纳森挥舞，这更加激怒了乔纳森。米歇尔的头被一次又一次地撞在地板上，很快他就一动不动了。在确认了没有脉搏后，乔纳森意识到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说到这里，乔纳森强调是米歇尔先动的手，他是别无选择进行了自卫。但如果真的只是自卫，为什么乔纳森要一错再错，制造一场假车祸，而不是直接报警？乔纳森的解释是，他不想让熟睡中的3个孩子知道这一切，更不能让他们失去双亲。他继续说，他看到米歇尔躺在那里，当时非常慌张。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制造一场假车祸。他将车的驾驶位往后移，然后把米歇尔放在驾驶位上，他则坐在副驾上控制方向盘，用鞋铲控制刹车和油门。他把车勉强地开了2公里左右，在转向雅各布路时，穿过了护栏的一个缺口后继续开了一段距离，并让汽车空转了一段时间，然后步行回家。乔纳森相信冰天雪地可以掩盖证据，这将会被认为是一场意外事故。他当时不会想到，正是天气保存了指证他的重要证据。他回到家后清理了车库的地面，剪碎了登山鞋的鞋底。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3个孩子还在楼上睡觉。乔纳森因1级谋杀罪和篡改证物罪被指控。2005年6月7日，针对乔纳斯奈斯的庭审在新泽西法院进行。在庭审中，乔纳森坚称是米歇尔先动手，他只是自卫。他在法庭上声称，我没有对任何人使用暴力的历史，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妻子怀有恶意，发生这一切纯属意外。但检察官指出，从米歇尔身上的伤势可以看出，这绝不是自卫，乔纳森就是想置米歇尔于死地。他制造车祸也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他自己。经过5周的审判，陪审团于2005年7月14日做出了决定，他们一致裁定乔纳森犯有篡改证物和过失杀人罪，最终他被判处8年监禁，并于2010年12月5日假释出狱。